不想分，不想分开。不想分开，但是你的做法都是要分的做法呀，对吧？我们稍微有点常识人都知道，我作为你们家的客人，我第一次来你们家，为什么要数落人家，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呢？我很好奇。我的第二点好奇，就是当一个人坐了一夜的火车，舟车劳顿的奔向到你的这个身边陪你看电影的时候，他睡着了，你难道不应该心疼吗？为什么是一种愤怒、无助、受不了啊？我的第三个疑问是说，你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在他的身上其实只有那一年，所以帮你抚平了你曾经感情的伤害，但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为什么你一定要留着这个人？这是我的3点疑问啊，你自己考虑。男生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说一顿饭就可以颠覆一段稳固的感情，就是因为有了这顿饭，我发现你走的是理直气壮的。我也请你考虑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过去认为的性格好，怎么到现在就变成了性格不好？过去无话不谈的一对小情侣，为什么也就经过了1年异地的这种折腾，就折腾到了看对方不顺眼？为什么想分手又犹犹豫豫、犹豫不决？就为什么不能坦诚和坦率呢？这是我想到的啊，我相信老师们会看到更多啊，对这个解读你们会更深刻。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最初的问题是2个不同的原生家庭带来的2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女生的爸妈都是铁饭碗嘛，事业编制的这样的家庭，从小的教育就在规则当中，在框架里面，要早睡早起，要爱惜身体，吃饭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不能抖腿，这都是学到的特别好的地方。那你有没有学到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件事情呢？没有。你有没有学到接别人电话的时候要认真的和电话的那一头对话，尊重对方这件事情呢？没有。你有没有学到和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需要彼此为对方着想这件事情呢？没有。我觉得你的父母应该都是教了你的，因为在我听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我不是男生不好啊，男生的原生家庭因为他从事的职业的关系，所以他更加的相对自由一些，他所有的事情都以自己的这种舒服的状态为标准，他已经在努力的去改变，去迎合了，但是他做不到你说的那个标准。我听到了什么？不要抖腿，吃饭不要发出声音，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陪在我身边的时候不要睡觉，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在台本上还看到，就是你们俩去吃火锅，对不对？然后呢，给他点这个汤也不对，点那个汤也不对，反正就是点什么都不对。那他做什么是对的呢？在你心目当中，我跟你说，女生就俩字儿：矫情。你就把他矫情跑了。他说的那个特别对，他说他特别特别的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你在一起才是好的，他在你的面前永远都是那个最不好的他，所以他不愿意去看你。而那一顿饭其实是一个导火索而已，点炸了你们这么长时间相处的一个模式。我认为你们2个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女生，你如果有本事任性，那你就得有本事坚强。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谢谢左岩老师。为什么我们会要求那么多？很简单，因为越来越少共情能力。就我只能体会到自己的情绪，我体会不到对方的情绪。我只能体会到我很累，体会不到对方很累。其实你也是，对吧？你说我爱得很累，但你也并没有体会到他，一样的。
你能体会到说我很委屈，因为你那么长时间不来陪我，我连看个电影都没有人陪。你体会不到他舟车劳顿，可能前一天的时候那么累，没有共情能力，就我没有办法移情到他的身上去体会一下他当时那个感受是什么。现在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没有去经历生活。当你在生活里面见到背叛，见到挫败，见到很多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是无奈的事情很多，没有办法样样都随我所愿。既然不能随我所愿，那我可能要想想对方是怎么想的，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体会是什么，他的周遭是什么，他的压力是什么。那么今天站在这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只想你们在未来的路里面永远记住这一点，就是那个人是你的爱人，他是一个人，他所受的压力，他所拥有的情绪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去想想他会不会有另一种情绪。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原来爱这件东西就是替对方着想。就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我先生也都会，我谈恋爱的时候也特别反感他这个动作，然后我的做法是，我会在别人不注意偷偷地摁住他抖的那条腿，他就明白了。然后我也没有说一定要他改掉这个习惯，我只是说人少的时候你可以抖，太多人的时候不太好看。直到现在他这个毛病还是没有改，我们俩在一起10年了。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越想让他改变的，他是改不掉的。所以你在接受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好的一面的时候，同时你要接纳他所有的一切。你说你爱他，爱是什么呀？爱这个说不清楚的，但是我浅显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一切，我爱你的好，爱你的坏，爱你的优点，也爱你的缺点。你不能说我要你改掉这个改掉那个，那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能为他改变什么呢？我今天就不喜欢你这个头发了，我让你马上给我剪短了，或者说给我留长了，你愿意吗？你马上就能改变吗？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件东西，我就是不让你买，或者说你无意识的一个行为一个习惯，我就是不喜欢，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价值观，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三观，你一定要改。我为什么要为了你们家去改这个呢？对不对？同样你到婆家去见婆家的时候，那婆婆说了，哎，你怎么不洗碗不做饭呢？你说我在家我也娇生惯养，我凭什么来你们家就一定要洗碗做饭？是不是一个道理啊？人家凭什么一定要改呢？改也是他真的心甘情愿为了你改，那才是爱你的体现。就算你逼着他的改，他改得了一时，改得了一世吗？然后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带他见父母的时候跟父母去描述他的不好？因为我们带男朋友回家或者见家长都会使劲儿的把他那些不好先给他藏一藏掖一掖。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啊？就你一直把爸妈当成你的一个保护伞，然后拿他们当你的一个武器，就你治不了他的时候你就说你小心点啊，我爸妈不同意啊，所以你这个事儿如果不改的话咱俩就再不能在一起了。没想到惨了吧，人家不怕这个。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更多的就是什么？我要让对方为我做什么事儿之前，我先想一想这件事儿我愿不愿意为对方去做，就是一个相互理解，对不对？现在就看就是男生铁了心能不能回头了。但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太爱他的这个感情，如果特别爱他的话，他的一切你都应该能接受得了。好吧，就说这么多，谢谢。好，谢谢珊娜老师。来，胡老师。良好的教养是深入骨髓的包容和尊重。我讨厌那些注重形式主义的教养，其实那不过是彰显自己的优越感。
和精致的利己主义。你会发现有一些教养好的人家出来的孩子，除了彬彬有礼之外，其实对于周围无论与自己相差多大的人的习惯和事物，他都能包容，都能尊重。但是其实你从头至尾你也没怎么尊重过。你们的资料当中还有一件事情是一般的男人都受不了，就是你找另外一个男生来陪自己看电影，因为他不能陪你，所以你就随意找了一个男生。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性格是可以被包装的。最开始男生说你的性格很好，但你那个性格是装出来的，实际上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喜欢对别人指指点点，来进行你所谓标准的评价，以此来得到某些行为快感。如果你真想跟他在一起，应该是反反复复的在你的父母面前去展示他的优点。我相信你跟你的父母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只评价他，也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评价很多人，好像评价别人，指出别人的问题，是你获得快乐的途径。但是你可曾想到过别人的尴尬是什么？不光是审美情绪不一样，你们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在一起会非常的痛苦。今天来之所以还想要继续下去，是因为你内心有一种挫败感，心有不甘吧。如果你要是真的想把这段感情继续下去，就一定要学会尊重，但是恐怕一时半会儿很难，因为你的家庭氛围是那样。我相信你的父母对于你的教育也有严于律己的一面，但是自律这个东西，用于律己好过一切法律，用于律他就坏过一切私刑。要走就赶紧走啊，没有什么不忍，根本就过不到一块儿嘛，对吧？行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好，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双重标准的，每个人都有那个闪光的天使一面，也有黑暗的那一面。当黑暗那一面出现的时候，才是真的考验一个人的时候，到底克制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彰显的是教养的力量。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家里面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跟他一起吃饭，饭是要给别人盛的，你是要盛饭的，谁给谁盛？现在是爷爷奶奶给孙子盛，过去是孙子给爷爷奶奶盛，这是必须的。当我的姑爷爷吃完这碗米饭之后，随口脱口而出，我说姑爷爷你还要饭吗？老先生什么话都没说，老先生就对我姑奶奶说，老伴儿给我添个馒头。我父亲在桌上，我父亲什么话都没说。当我离开他们家的时候，我父亲说你说错话了。我说错什么话了？他说你应该问姑爷爷要不要盛饭，而不是要饭。你说这老先生讲规矩吗？他确实讲规矩，迂腐不迂腐，咱们个人有个人的论调和看法。但是有一点，至少在那个瞬间他包容了我，他包容了所有人，那就是真的所谓教养。就在那个时候，他做到了相对统一的一个标准，而不是双标对人的要求。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人都是有自己内心的那点双标的，因为双标获利嘛。我要求别人严苛，要求自己肯定是相对宽松的嘛。所以怎么克制自己的这个，同时我们又做到能够感受别人的一些其他的东西。说白了，就是那句老话，请学会照顾人家的面子。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还是想就是挽留你，就是各种毛病我会改，然后我不再那么就是强求你，就对你说一些狠话，然后我会改，然后我希望你别走。我真的很在乎你，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两个是个体，你是你，我是我，咱们不要成为一个人。你眼里要有我的优点，我眼里也有你的优点，这就够了。咱们别老拿那些看不过的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有时候真的我很需要你的包容，我真的
很在乎你。来，请亮灯啊！都说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生活里面你看不顺眼、需要你包容的事，大概我看也是十之八九，没那么多顺心的事儿。行了，两位，谢谢你们的分享，请回吧。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吧，看他们自己的抉择是什么，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若恨的彼此，我们一起相依。我听到你们的掌声了，我也看到老师们脸上的表情了。我愿意发自内心的恭喜你们去做这样的选择，因为给彼此一个机会。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可以不用考虑，因为年轻。但是咱们就是一起学习嘛。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我们来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在爱里等着你，被你疼惜。哎，请亮灯。在梦里全是你。谢谢两位啊。谢谢。我来吧。行，祝你们磨合的开心，别磨合那么痛。谢谢两位，请回吧。至少今天这场博弈，看来小伙子是赢了，就是未来在情感生活当中还会有，他们怎么去处理，就希望他们保持冷静，保持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所说的接受和包容对方的一切，那就是真的爱嘛。